真正的狙击手是不会选择爆头的，他们一般会瞄准2个三角。哪2个三角？为什么呢？今天咱们就来简单学习啊。通常情况下，一个军事狙击手的目标很有可能位于300米以外。你别说300米了，就是30米外，一个人的头看起来已经很小了，哪怕是像我这样的大头。而且吧，头这个东西还经常动还有人呢特别喜欢摇头晃脑的，于是这就让他成为了一个难以瞄准的目标。而对于狙击手来说，第一枪通常是他们击中目标的最佳机会，所以把这个机会赌在一个命中概率较小的目标上，显然并不明智。那瞄哪儿会更加明智呢？2个三角区，从胸部延伸到颈部的三角和从髋骨到骨盆的三角，这2个区域不仅有着比头部更大的表面，而且它们也包含了颈部、心脏、肺部和胃肠道等重要的器官，一旦击中也是相当致命啊。另外，在某些情况下，狙击手可能还会故意选择杀伤而不是杀死，因为受伤的目标通常会被至少2名队员拖到安全地带，这就拖慢甚至是停止了敌人的行为，对于己方的军事意义可能还会要更大一些。除了选择正确的目标，在狙击手扣下扳机之前，他们还将面临着哪些挑战呢？咱们就捡最重要的来说吧，数学。为什么？因为影响射击精度排名第一的是弹道学啊。狙击手通常把自己开枪射击称为投篮的艺术，那是因为一旦子弹脱离枪口，它就会在各种重力的影响下做抛物线的运动了，跟投篮确实没什么本质上面的区别啊。但我这儿还是要再补充一点，其实在子弹没有离开枪口之前，弹道学就已经开始接管一次狙击的成败了。如同一个优秀的篮球运动员需要非常熟悉自己手上的篮球的重量、弹力等等内在因素一样，狙击手也必须要清楚的知道所使用的枪支和子弹的特征才行。比方说膛线的扭曲度、子弹的大小和重量，还有它的装药量等等。因为这些因素最终会影响到子弹能够稳定飞行的距离，它们被叫做内弹道学。接着就是外弹道学了，它们涵盖了所有可能会影响到子弹离开枪口后飞行路径的因素，包括但不限于风、空气湿度和温度、空气密度和大气压、射击距离，甚至还有地球自转。它们耦合到一起非常复杂，所以你才会看到狙击手通常并不是一个人执行任务的，而是2个人，一个狙击手，一个观察员，而且观察员还是那个更为重要的角色。在以上这些因素当中呢，最重要的那个因子大概要是风了，因为相比起其他因素，它可以突然的莫名其妙的改变啊，速度和方向都是如此，所以它是导致狙击失误最重要的原因，也是狙击手们特别关注的一个图数它通常依赖于一些能够与风相互作用的可见物来做出判断，比如垃圾、枯萎的植被、晾衣架上面的衣服、旗杆上面的旗帜，还有烟雾、灰尘，或者是任何能够被吹得起来的轻质的物体。狙击手测量这些元素如何与风相互作用，以确定在子弹飞行路径的不同的点上其速度和方向是多少。好，如果说风的影响你还比较容易理解的话，那下一个影响狙击的因素可能就会让你感到很吃惊了。在准备射击时，狙击手还必须要考虑到地球的曲率和自转，而且越是远距离的射击的时候呢，它们所起到的作用就越大。这个与科里奥利效应有关，它描述的是当物体在旋转的表面上移动时会偏向一侧。因为地球的自转北半球的物体会向右偏，南半球的物体会向左偏，这种效应影响了天气系统和洋流方向，也同时会影响咱们子弹的运动轨迹。简单来说就是地球的转动让直线运动的物体看起来是弯曲了。当狙击手向西射击时，子弹会稍微向南漂移，导致所击中的地方呢比预期要更低一些。而当狙击手向东射击时，情况则刚刚反过来，子弹会向北漂移，目标将会下降，导致所击中的地方比预期的要更高。所以牢记克里奥利力对狙击手来说相当重要。还好他们是个团队作业大量计算的工作都是由观察员来完成的。对了，观察员还要做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是测距因为除了以上这些会跟距离耦合的因素以外呢，还有一样东西，它叫做重力。当子弹飞向目标时，它会被重力不断的往下拉嘛，所以当目标越远时，狙击手的枪口必须就要抬得越高才行那到底抬多高呢？那就得有精确的距离来定了。如果目标是距离800米，却被错误的测量为700米，子弹在击中目标时会比预期低了大约20厘米，整整20厘米是很容易错过目标的。这就是为什么观察员们通常会使用激光测距仪了。他们以载光束向目标发送激光脉冲，并测量脉冲被目标反射回来的时间间隔，从而计算出精确的距离。消费级测距仪的工作范围大约只有几十米，比方说我手上的这台菲里瑞斯的测距仪
它的工作范围呢就是40米，家用当然是绰绰有余了，而且它还能够帮你自动计算出面积和体积，小巧实用。但如果上到军事用途呢，就远远不够了啊！手持式的军用测距仪，测距范围通常可以来到25公里，它们会跟单筒镜或者是双筒镜结合在一起。也有那种架在三脚架上面的怪物，甚至可以把测量距离爬到40公里的水，这就相当夸张了啊！好了，狙击的知识已经教给你们了，那该到哪儿领枪呢？抱歉，枪我这儿领不到，但是你们可以来领测距仪啊！每周1、3、5晚上8点，我都会直播给大家讲故事，推荐好产品，你们来，有意思的东西我这儿可多着呢。看，这是顶在星舰下面超级重型助推器的屁股，密密麻麻的插着29台猛禽发动机。历史上唯一能够跟它平起平坐的是苏联打算拿来载人登月的 N1，不过后者发射4次呢就失败了4次，从此变成了传说。所以半个世纪以后，超级重型凭什么相信自己不会步其后尘呢？今天咱们就来聊一聊。首先第一点。既然时间已经走过了那么远，所以不管是制造技术还是材料技术呢，都已经比当时进步了太多。很多原本需要使用大量细碎零件才能够组成的复杂结构呢，如今直接就变成一个整体搞定了。对装配工艺的要求呢，大大降低，使得工业机器人也可以加入进来嘛，既提高了效率，也避免了人手在其中的失误。另一方面呢，材料进步也使得今天火箭发动机里面的零件更轻也更强，即使是面临压力时呢，也能够挺上更长的时间。这意味着它自己不容易炸，炸了也不容易连累到别人嘛。其实第二枚 N1 呢就是这么炸的，而且还炸出了人类历史上除核爆以外的最大当量，直接就把整个发射台给陪葬了。起因是第8号引擎的液氧泵发生了爆炸，由此产生的冲击波和碎片呢，直接将周围几台发动机的燃料管线全部破坏掉，导致集体宕机。启动后不久呢，便落回到发射台上，把2300吨燃料与氧化剂倾泻而出，酿成了惨剧。如果单个发动机自身更加安全可靠了，是不是这样的灾难就能够避免了呢？那这当然是加分项啊，不过却不是超级重型自信满满的关键。所以咱们再来看看第二点，更加先进的控制系统。其实说更加先进呢，有点不够准确啊，因为 N1 虽然有一个称之为 KORD， 在俄文里面是引擎运行控制的首字母的飞控电脑，但是前3枚上呢，这个电脑是模拟的，到了第4枚才升级成了数字。以今天的角度看呢，它能不能被算成是真正的电脑，其实还是值得商榷的。而且4次失败里面呢，有3次都该算到它头上。在第1次发射的时候呢，他把一台发动机的燃料泄漏起火误判成了火箭失控，于是，在起飞68秒后呢，关闭了所有的发动机，并锁死了1、2级的分离机构，导致丧失了推力的2750吨重的火箭呢，狠狠砸在了52公里开外。第2次我们说过了啊，可以勉强脱开他的责任。第3次发射的时候呢，火箭刚一升空就遭遇到了意外的涡流影响，从而开始不受控制的滚转起来，完全就超出了 KORD 的补偿范围，在短短的48秒内呢，就自己把自己给撕裂了。到了第4次发射啊，本该在第1级点火完毕后分离的第2级，却并没有按照预期那样出牌，而是非要等到6台中央发动机关闭后产生过大的机械应力，把输送燃料与液氧的管线挤破，着火后跟着第1级一块炸成了花。你说就这样一个飞控电脑，我们到底该怎么评价它嘛？反观超级重型啊，它不光是有飞控电脑，就连每台发动机里面呢，都是有独立电脑的，还不止1台。拿用在猎鹰9号上面的梅林 1D 发动机举例，它里面有3台电脑控制，而且每台电脑呢都含有2个独立的处理器，因而可以被视为是平行的进行6次运算。一旦一个处理器故障导致计算错误呢，另外2台便可以立即识别出来，并重启错误电脑。随后错误的处理器和该台电脑剩下的另外1台处理器呢，同步获取正确的数据，重新开始运算了，这样就大大的减少了整体故障的概率嘛。同时啊，火箭上还有另外专门负责计算飞行轨迹和火箭整体各项数据的飞控电脑，也不止1台，里面呢也不止1枚 CPU， 整个系统的冗余设计真是令人叹为观止啊。猎鹰9号和梅林 1D 是这样，相信超级重型和猛禽呢会是只强不弱的，用数百台电脑带29台发动机，自然不会犯用1台电脑带30台发动机时的低级错误了。但其实它还不是超级重型更加靠谱的关键，那就继续看第3点，这个才是真正的分水岭嘛，它就是完全彻底的测试。
由于一出生就是为了要能够重复使用的，所以每一台猛禽发动机呢都是可以点了又灭，灭了又点，于是这样便造就了它的一个特殊优势，可以不断的进行测试，出厂前测试，装上火箭后呢再测试，最后还要来一个除了不飞其他都跟真正发射没有两样的静态点火测试，全部通过以后才能迎来真正的巅峰时刻。而 N1 上面用的 NK15 发动机呢，它唯一的一次测试就是在发射的时候，因为基本上当它一旦运行就是在燃烧自己了，这种过程无法逆转，自然就测试不起来了。连测试都跳过了，你还指望它能够有多高的可靠性呢？4次爆炸里面只有1次完全怨它，已经是不可思议了。好了，既然我们已经说到了静态点火测试，那就再花点时间来讨论一下 SpaceX 该怎么来完成超级重型上那29台猛禽一起点着的测试吧。虽然此前在3号样机上已经成功实现了3台猛禽的静态点火测试，但把它们再翻上9倍实现完全静态点火又是彻底不一样的。当29台猛禽一起喷火时呢，其产生的推力比猎鹰9号的7倍还要多，真正的史上最强。这样的烈焰在喷向地面的时候，无疑对火箭本身与发射平台呢，那都是一个巨大的考验。以往发射平台呢都会靠专门的燃气导流槽来降低压力，但是 Elon Musk 偏偏不这么干，他为超级重型搭建的发射架就是一个离地面只有20米、四周镂空的架子而已。因此，一旦发动机点火呢，巨大的热量与能量将会直接传递到下面的混凝土结构上。要是一般的混凝土呢，那就完蛋了。不仅自己完蛋，还会在完蛋的时候呢，把碎块炸到发动机上，带着火箭一块完蛋。SpaceX 吃过这个亏，所以现在用来送超级重型和星舰上天的发射台呢，用的是一种覆盖了超级耐腐蚀涂层的混凝土，并且还配备了一个大型的喷水系统，可以直接将水喷射到发动机的下方。你以为它是用来降温的吗？并不是那只是它的附带效果。它真正的作用呢，是来杀噪音的。因为巨大的噪音其实是一种能量，破坏力极大的能量。为了让这股能量不至于击垮发射台和火箭呢，就得为它找到替代品。看起来水呢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另外为了将29台猛禽的巨大推力比较温柔地传递到火箭的圆筒壁上，最好的办法就是将它们的点火顺序给错开，好让功率逐渐增加，这样看起来弱不禁风的火箭壁呢，也有个准备的时间嘛。其实在猎鹰9号和重型猎鹰上呢 ，SpaceX 就已经这么干了。前者是两成对点燃，等上150毫秒后呢，再点燃另外一对，整体用时半秒钟。后者重型猎鹰上发动机也不少类似的点火顺序会总共用时2秒钟，使火箭的发动机达到最大功率。显然超级重型呢也基本上就是这个路数的。这样做的另外一个好处就是，如果有任何一个或者是一对引擎在启动时发生故障，都是可以迅速关闭，不至于影响到整体运行的。这个呢才是真正的冗余设计嘛。至于 N1， 你搞那么多引擎又没有单独对一个的控制权，于是增加的只是复杂度，而不是冗余。好吧，但是其实说到最后呢，还是要看实际表现的。希望 SpaceX 快点让我们看到29台猛禽同时成功喷火的那一刻。好了，我是火箭叔，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知识讲给你听。跟 B52 一样，诞生了半个多世纪的图95呢，依然还冲锋在前线。不过它的特征呢却更加明显那4对同轴反转的螺旋桨实在是太抓人眼球了，当然也很抓人的耳朵所以为什么它要这样装螺旋桨，而除了它就没有人这么装了呢？故事嘛，咱们还需要回到它的诞生之初。2战结束，冷战刚刚开始的上个世纪60年代了。设计图95的是一位天才工程师安德烈·图波列夫。苏联第一架具有核打击能力的轰炸机图4公牛就是出自于他的手下了。当然那其实是波音 B-29超级堡垒的逆向工程版本了。因为在2战接近尾声，美军开始轰炸日本本土时呢，这些先进的轰炸机中有几架坠毁在了苏联的领土上，自然就被合理的消化利用了。苏联人因此就有了属于自己的第一代核轰炸机。不过它的缺点是航程太短，无法威胁到远在地球另一端的美国嘛。于是到了1952年呢，图波列夫领到了一项新的任务，设计一架能够载着11吨炸弹连续飞上8000公里，直捣美国黄龙的新一代战略轰炸机。同时收到这个任务要求的是图波列夫的竞争对手，同样也是天才工程师的米亚西舍夫。
但是两个人的设计思路呢却完全不同啊。激进的米亚西舍夫选择了当时刚刚诞生不久的喷气式引擎，设计出了 M4野牛，把苏联的技术能力套到了极致啊。而图波列夫的判断是，喷气式引擎是很潮啊，但并不成熟，如果贸然用上，后患无穷啊。于是他决定，引擎咱还是得用久经考验的老技术螺旋桨。不过也并不妨碍我从喷气式飞机那边借点东西过来嘛，比如那后掠的机翼就非常不错，有效降低阻力，达到更高的航速，他们是贡献明显的。但是光这样呢还不够嘛，还能有别的一些改进吗？那就只能从螺旋桨上做文章了，把原本只套一个改成套上2个，并且呢还让它们反着转。这是什么道理啊？传统螺旋桨啊是有一些问题的。首先，它不能转得太快，因为一旦快了，远离轴心的叶尖呢，在周向旋转时速度就会超过音速了，由此产生的激波会带来巨大的阻力，使螺旋桨的效率大减，很不划算嘛。但发动机的功率却是越来越大，该拿什么来消耗它爆发的小宇宙呢？只能让它推动更多的空气一起做功呗。要怎么推动更多呢？简单一招就是把叶片数给加上去。可是这恰恰就是咱们要说的第2个问题了。传统螺旋桨的叶片数不能太多，否则效率也一样变低啊。因为在前一片桨叶划过空气时呢，已经把这里的空气给搅乱了，形成了所谓的涡流。如果第2片桨叶马上就跟过来，没有给涡流的恢复留足时间的话，它面临的就必将是更大的空气阻力了。你说效率能不降低吗？而要是一个平面上的叶片数越多，它们之间的间隔就会越密，带来的效率降低当然也就越加明显了。同时紧跟着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呢，旋转的螺旋桨搅动着空气，使其旋转着向后吹去，其中向后的部分呢，没什么好说的很优秀，变成反作用力推动飞机前进了。但讨厌的是它还有旋转运动的部分啊。这一部分的运动呢，不仅不会对推力产生任何的贡献，还会在吹到垂直尾翼上时对飞机造成偏航的作用，既损失了效率，又带来了麻烦，等于是赔了夫人又折了兵。所以这些问题该怎么破呢？且看同轴反转的螺旋桨了。从迎风面看起来它有了更多的叶片，但是却分布在不同的旋转平面上，所以既能推动更多的空气，也避免了相互之间的打架。而前后反转的好处就是能够把前一片螺旋桨带来的朝左或者朝右旋转的空气呢，给重新扭回来，帮助这部分社会边缘分子回归主流价值观，成为对推力有贡献的轴向流动的空气了。所以你看作为一架螺旋桨飞机，装着它的图95呢，却能轻松飞出超过800公里的时速，几乎和现代喷气式客机一样快了，并且由于效率大增，巡航里程呢也有了充分的保障。这些都让它有理由到了今天还有立足之地啊。可是为什么别的飞机不这样安排自己的螺旋桨呢？比如洛克希德马丁的 C130、大雷神和空客的 A400M， 他们的螺旋桨还是只有1层嘛。好了，刚才那是同轴反转螺旋桨的好处，现在来讲讲它的坏处了。第一个显然就是复杂。复杂意味着不可靠，复杂意味着更大的重量、更高的费用，复杂还意味着更为繁琐的维修和保养等等。第二个是噪音，可怕的噪音啊！据说当图95飞过头顶时，美国的潜艇即便是在水面以下呢，都能够通过声呐探测到它。据说一些曾经伴飞过图95的战斗机飞行员，可以越过自己飞机上轰鸣的喷气式发动机的声音，清晰地听到来自于它的螺旋桨发出的噪音。所以当今最吵战机的头衔非它莫属了。再反观 C130 或者是 A400M，一是身为运输机的他们呢，实在没必要飞那么快嘛。二是你看他们的螺旋桨叶片又多又弯，明显就是个超音速的夜行嘛。其实已经很好的解决了效率的问题，干嘛还吃力不讨好的把自己变那么吵呢？不符合咱绅士的一贯表现嘛。至于战斗民族大嗓门，那叫霸气啊！路见不平一声吼该出手时就出手好了，我是火箭叔，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故事讲给你听。箭在射出去之后，并不是笔直着前进的，而是会像在水中游动的鱼一样摆动着前进。这是怎么回事呢？前段时间我买了一个玩具中很专业、专业中很渣渣的弓箭回家玩，在面对5米前的靶心时，几乎就从来没有失手过，全都射在了0环开外。为了搞清楚究竟是什么原因让我的手气变这么差，我用慢镜头拍下了弓箭射出的那一瞬间的画面，然后就搞清楚了。原来是箭碰到了弓，弹离了原本的方向，
哎，这下我就放心了，不是我自己水平差，只怪公呢，他不太讲武德。哎，但是你说他现在不讲武德，以前就讲吗？以前的弓箭手不也是会碰到这个问题的吗？他们是如何解决的呢？我是百科全书火箭叔，这个问题呢，把我带到了弓箭手悖论上面，在了解完了之后，发现非常有趣，分享一下。首先，正如前面在我拍下的那个慢镜头里面可以看到的，箭在射出去之后，并不是笔直着前进的，而是会像在水中游动的鱼一样摆动着前进。这是由于我们所使用的箭支并不是绝对的钢体，它们都是有弹性的。在射出去的一瞬间，箭的屁股最先感受到来自弦的强大推动力，所以开始往前运动。与此同时呢，这股力量也顺着箭身往前传递，每到一处就会推动这处的箭身一起前进。虽然很快，但毕竟也是有时间差的，所以在箭的尾巴动起来的那一瞬间呢，其实箭头还没有开始动，其结果就是箭身被弯曲了，自然就会一扭一扭的往前飞了。箭身弯曲的程度取决于它的弹性大小，这个在专业上叫做箭支的桡度。熟练的弓箭手在了解了自己所使用的箭的桡度弓的拉力之后，是可以凭手法使发射出去的箭利用左右的摆动完美绕过前面挡着它的弓的，就像这个视频里面的一样。所以啊，手法就很重要啦。简单来说呢，如果你是用右手除大拇指以外的其他几根指头来拉弦的话，记得要把箭放在弓的左侧；如果是用右手大拇指拉弦的话，那就得把箭放在弓的右侧。当然，如果你是个左撇子的话，那就把刚才我说的那一套镜像一下就可以了。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因为使箭左右震动的主要原因呢，来自于弦在释放时传递给它的力量的方向。当我们用右手除大拇指的其余手指勾着弦释放时，在摩擦的作用下，弦会稍微偏左向前弹出去，于是给箭尾的力也是偏左的，这就把箭头扭向了右边，使接下来的箭身全程都不会插到弓上面去。想象一下，如果这个时候箭头位于弓的右边的话，会带来怎样的结果呢？箭在飞出去时全程都会插到弓上面，能射准就怪了。但电视剧里面百步穿杨的高手们不都是这样拉弓的吗？这个并不奇怪啊，毕竟在影视作品当中，浑身上下都被子弹打成马蜂窝之后，不是还能对着镜头撂下狠话吗？回到弓上面啊，由于箭支桡度的存在，以及它一扭一扭的独特前进方式，就让瞄准变得非常反直觉了。如果还按照传统的瞄准方式将箭头所指的延长线指向目标的话，你是永远都碰不到目标的。只有当你把它歪向一边时，才有可能会命中。具体来说，是要把箭身上的两个波节点的连线方向对准目标才行。波节指的是当箭身左右震动时，它上面那两个始终不会发生移动的点。很显然啊，它们的连线方向肯定是跟箭头的指向方向是不一样的。好了，最后就落到关键问题了，怎么才能找到波节点的连线方向呢？有句话你肯定听说过，熟能生巧，凭感觉多练呗。我是火箭叔，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知识讲给你听。二战后期啊，眼看快要守不住太平洋的日本海军，准备要做出最后一场赌博了，那就是要把战火烧到美国的本土，希望借此来让美国做出让步。他们能怎么做呢？派轰炸机飞到美国上空扔下炸弹吗？太平洋上的岛屿已经丢得差不多了，要是从日本本土起飞的话，飞到最近的美国西海岸也有7000多公里的直线距离，更不要说超过1万公里的东海岸了。然而整个二战中战斗航程最大的轰炸机 B-29 空中堡垒续航也只有5200多公里，那还是人家美国的，既然飞不过去，那能把航母开过去吗？更不可能啊！在珍珠港栽了大跟头的美国海军，如今已经把日本盯得死死的，哪还有机会再让他钻一次空子呢？于是日本唯一的机会就压在了隐蔽性更强的潜艇身上，准确说是用潜艇来装飞机的潜艇航母身上了。我是百科全书火箭叔，今天我们就来聊聊潜艇航母的故事。提出这个计划的是那个人人都知道的山本五十六，他希望打造一支可以携带多架攻击机的潜艇航母舰队，悄无声息地接近对方的城市，然后发动突然的袭击，接着再潜入海底偷偷溜走，以此来给敌人造成一种巨大的恐惧。但是要完成这项任务并不简单啊！首先，它需要有超长的续航能力，能够往返于自家门口与美国的任意一个海岸边至少3趟，不用停下来加油或者是添加补给。这就是说，它需要携带将近200万升的柴油与能够让船员在海上撑过数月的补给才行。这无疑会增加它的体积。
另外呢，作为重头戏啊，它至少还要携带2架，当然后来变成了3架全尺寸的鱼雷轰炸机，包括装在其上的800公斤的炸药。为了让轰炸机能够顺利起飞呢，工程师必须在局促的甲板上设计出一条弹射轨道，而为了能顺利的回收执行完任务的轰炸机，还得要再另外加上一套完整的回收系统，包括一台看起来并不小的起重臂。这2样东西呢，通常会在2战当中庞大的战列舰和巡洋舰上面看到。大家要是感兴趣的话，可以去翻翻我之前专门讲他们的视频。好吧，以为这样就完了？其实他们跟怎么把3架轰炸机塞进潜艇的舰身里面比起来呢，还是算容易的。因为一架常见的2战时期俯冲轰炸机的翼展大约是12米，你怎么塞？只能把翅膀给它砍断了塞。所以工程师就需要想办法设计出一架能够方便的把砍断后的翅膀再接起来的全新轰炸机装在这个上面。可折叠的机翼确实是个挑战，对吧？但日本人还真就硬生生的把这样一个巨无霸潜艇给设计出来了，并于1943年年初开建第1艘，次年年底建造完成，起名E400。它硕大无比，长度几乎达到了德国 U 型潜艇的2倍，宽度也很惊人啊！为了支撑机库的重量以及增加航行时的稳定性呢，工程师为它设计了一个8字形的抗压外壳，基本上呢就是把2个船体粘在了一起。结果就是排水量几乎达到了同时期美国最大潜艇排水量的3倍之多。为了驱动这台怪物呢，艇上装备了2套动力系统，4台2250马力的柴油机供它浮在水面上时使用，2台2100马力的电动机供它潜在水下时使用。顶层甲板的正中间是一个圆柱形的防水飞机机库，长31米，直径3.5米，可以容纳3架。专门为它设计的可折叠机翼是秦岚攻击机。这个就可谓是它的独门绝技了。当E400悄悄地接近它的目标时，船员们已经在水下开始为攻击做准备了。他们会让经过加热的燃油持续地流过飞机的引擎，以此来完成发动机的预热，使之随时可以出击。当接近目标时，E400浮出水面，机库舱门被迅速打开，飞机依次来到甲板。接着，机组人员启动引擎，装载武器，展开机翼和尾翼，将浮筒锁定到位，挂上弹射器，嗖的一声，压缩空气就将一架飞机弹了出去。然后是第2架、第3架，整个过程花费大约30分钟。在那之后呢，E400会下潜回到安全的区域，并在那里安静地等待着轰炸机完成任务后的返航。装着浮筒的轰炸机可以降落在靠近潜艇的海面上，接着液压臂会提起并回收它们，把它们再度装回自己的肚子里面。当然，如果有的时候需要装载更多的炸弹以及更远的飞行距离，这几架秦岚攻击机也是可以不带浮筒弹射出去的。只不过呢，在完成任务之后，就只能是坠入大海了。这种不可思议的操作，似乎到了日本人那儿就只是一个普通的选项而已。当然，除此以外呢，E400本身也是一艘设计极为出色的潜艇。比方说，舰首装着的8个鱼雷发射管为它提供了强大的对舰攻击能力。甲板上装着5门炮，构建出强大的防空火力网。沿着船舷的2侧呢，装着2套平行的防磁电缆，也就是通电的导体，用来中和潜艇自身所产生的磁场。这就可以消除当时常见的通过感应船只驶过时产生的变化的磁场来引爆的水雷的威胁。当然，最重要的是一种非常特殊的消声涂层，由树脂石棉和粘合剂混合而成。涂在潜艇身上之后呢，可以有效的吸收和扩散敌方发射过来的声呐脉冲，并同时抑制潜艇内部的机械噪声向外传递，有效的增加了潜艇的隐蔽性，是E400能否成功突破防线，悄无声息的来到美国沿海的关键了。你看够黑科技了吧？难怪美国海军在缴获它之后呢，被吓出了一身冷汗，心想要是战争再稍微持久一点的话，后院着火的自己还能不能意志坚定的打到最后了？但事实就是E400连一场仗都没有打过就被沉到海底了。这其中既有战争进程的原因，也有自身缺陷的原因。我们最后再花点时间来讲一讲啊。先说战争进程山本五十六是在1942年年初提出这个方案的，但整整要到1年之后呢，第1艘E400才开工建造。而到了这个时候，日本已经开始输掉这场战争了。尤其是在1942年6月的中途岛战役惨败之后呢，日本已经被美国赶回了太平洋的另一端，原油和原材料的严重匮乏，只让E400的建造厂大喊揭不开锅。
第二个主要原因就是主导E400设计和生产的山本56的死了。1943年4月，美军实施了历史上最成功的一次劫杀，将搭载着日本海军大将山本56的伊式轰炸机击落在了布干维尔岛的原始密林当中。于是原本就不太受待见的E400如今更是江河日下，从一开始计划中的18艘减少到9艘，接着又缩减到了5艘，而实际更是只生产出了3艘，并且时间已经进入了1945年。结果就是呢，甚至这其中的1艘还没有来得及入列，就伴随着日本的投降而永远销声匿迹了。这是战争进程的原因。那E400支撑就毫无问题吗？虽然并没有经过实战，但其实也幸好没有经过实战，否则连一点神秘的想象空间都留不下来了。它的问题其实还挺大啊，我们随便捡几个来说。首先就是飞机的起飞时间太长了，理想速度是30分钟放完3架飞机，但实际在打仗的情况下肯定是达不到的。而浮在水面上的E400呢，就是一个又大又香的活靶子，全舰150名士兵都会为此冒上极大的风险。接着，要是这会儿真的被敌人的空中飞机发现了怎么办呢？赶紧下潜呗。可惜的是啊，它下潜的速度也比别人慢半拍，于是风险再加上一个指数。第3点呢，就是冒着这么大的风险来放飞机，可飞机也不够争气啊，机械故障频发，就这么3架都不可能每次都放全，总有那么1、2架会掉链子。你看这一来一去，风险加倍，收益减半，真是要给它上了战场，估计也好看不到哪儿去了。好了，这就是潜艇航母的故事了。你觉得这玩意儿未来还有可能会出现吗？未来还有必要出现吗？我是火箭叔，关注我，每周都会把好玩、有趣又不太一样的科学故事讲给你听。当倒数结束，点火按钮被按下的时候，火箭究竟是怎么被点燃的呢？这个问题啊，你不挖还好，一挖发现全是奇葩。有的呢根本就不会点火，而有的则是划根火柴去点火的。下面咱们就来聊一聊。先说第一种啊，不用点火的火箭呢，它使用的是一类称之为自然推进剂的燃料组合了，通常就是肼类配上4氧化二氮了。这2种液态的物质呢，只要是混合到一起，就会发生剧烈的化学反应。放热进而燃烧，所以点燃它们嘛，一点都不用外界操心。那个按下去的红色按钮呢，只是做成了像是在点火的样子，实际上是半点火花都没有的，就是把阀门打开，让2个炙热的灵魂彼此奔向对方而已。我们再看长2、长3发射时，它喷出来的橘红色的火焰，就是这种推进剂的混合自燃后的结果了。由于肼类和4氧化二氮呢都是有毒的，所以这种火箭呢也被我们叫做毒发。好了，第2种火箭。液氧煤油，你把它俩混合到一起啊，不来点烈火，人家是不会擦出感情的。所以点火就得要上点心了。但是想让超低温的液氧与煤油碰到一起燃烧，而不是爆炸，却并不是那么容易的。液氧的低温呢，会引起煤油的冷却并凝固，而凝固的燃料和液氧的混合物对撞击非常敏感，在加压情况下，常常直接升级为爆炸了。对一开始研究他们的试验人员呢，非常的不友好。怎么办呢？在这儿啊，东西方的路数就开始分化了啊。美国人坚定不移地选择了技术路线，而苏联则转头向着古老的智慧取经去了。先来说美国那边，他们发现啊，有些金属有机化合物，比如3乙基铝、2乙基锌、3乙基硼等等，只要是暴露在空气当中，就能自然发火了。要是遇上点液氧，更不得了了。于是咱们就只需要在发动机的管路里面呢，备上一个装着上述引火剂的玻璃小管，打碎即可保证点火了，简单可靠啊。当然是一次性的。雷鹰9号上面的梅林1D 发动机稍微就复杂了一点，得把玻璃管换成由阀门控制的引火剂加注系统，才能实现多次点火。不过也算简单嘛，但这些到了苏联人眼里面都太复杂了，不就是点个火吗？直接上火柴或者火把就得了。是的啊，直到现在把宇航员送上国际空间站的联盟号火箭呢，都是用火把点燃的，不可思议吧？但苏联人其实是有苦衷的啊。咱们来看看联盟火箭的屁股，它的中间呢是装在新一级上，有4个主喷口、4个小喷口的 RD-108 发动机，四周是装在4个助推器上，又各有4个主喷口、2个小喷口的 RD-107 发动机，加起来就是20个主喷口和12个小喷口，一共32个喷口。那么请问如何保证这32个喷口在发出点火指令的一瞬间准确无误的同时点燃呢？是用更加灵敏的传感器，还是更为先进的信号系统，还是用更加智能的计算机算法呢？
啊，想多了吧？只需要点燃32个火把，把它们放进32个喷口里，让它们先在这儿燃一会儿，然后再打开推进剂的阀门，不就完全同步了吗？苏联工程师称这种方式为烟火点火装置 （PZU）， 是上个世纪50年代为了点燃世界上第一枚洲际弹道导弹 R7 发明的。既然联盟号诞生自 R7， 这种点火方式呢，也顺其自然的被继承了过来。它是这么操作的：在联盟号被安装到发射台上之后呢，技术人员会通过在发射台下方的通道桥，手动的去将一根根倒梯形的木棍插入到每个燃烧室里面。20根大木棍插进了主燃烧室里面，12根小木棍插进了转向发动机的小燃烧室，而且它们都必须是取材于上好的白桦树才行啊。在每根棍子的顶部呢，都有一对高温装药，在高温装药之间连着一根用弹簧夹着的黄铜线，起短路发热点火的作用。来自点火装置和传感器的电线呢，沿着倒梯形的木棍向下延伸到了一个插座，在那儿它们被插入到发射控制网络。当这些火柴在燃烧室里面被点燃的时候呢，它们的火焰会切断黄铜线，弹簧将松开的一端给拉开，从而断开电路，这就让发射控制台上亮起了一个点火的信号。只有当发射控制系统确认这32个燃烧室中的每一个燃烧室的信号都亮起来之后呢，它们才会打开推进剂供应管线上面的阀门，使火箭真正的点火，确保了绝对的同步啊。而至于那些大火柴的命运嘛，当然就是付之一炬了。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从来就不知道这个秘密的原因了。尽管这听起来有点太反直觉了，启动代表人类科技巅峰的火箭居然用的是这么 low 的方法，但它真的是异常可靠啊！已经兢兢业业地运行了70年，送了数百枚的火箭上天了。而且即使真的出了点问题，也还有别人比拟不了的优势啊！2016年的3月12日，一枚联盟运载火箭屹立在哈萨克斯坦拜克鲁尔发射场第31号工位，准备进行发射。然而，当点火按钮被按下了23秒之后，火箭却一点反应都没有。此时的发射大厅却响起了指挥员的声音啊！发射终止，推迟到明天进行发射。What？ 发射按钮都已经被按下了那么久，而且明明有的喷口下面已经冒起了烟，居然都能被安全终止掉，这也太不可思议了吧！原来啊，是32根木棍中意外熄灭了一根，还没有轮到推进剂上场呢。当然是可以随时喊停，而且还能迅速修复的啦，不就是换根火柴的事儿吗？果然，3月13日，就在上次事故的24小时不到里面呢，这枚联盟火箭就成功发射了。这要是换做其他一些使用复杂点火系统的火箭，是不太可能做到的啊。其实我们得感谢这次事故，否则苏联人的黑科技不知道还要保密到什么时候呢？最后，咱们不是还有氢氧火箭吗？那个啊，火柴就不管用了，要靠固体火药或者是电火花。你看航天飞机主发动机启动时的慢镜头呢，就充分说明了星星之火是怎么燎原的。奇怪的飞机我们也讲了不少了，但今天要讲的这架呢，绝对是其中的佼佼者，因为它是坐在泡脚桶里面飞上天的。不信你看我说的有没有错？它叫做 C450 甲虫，代表着法国在上世纪50年代对垂直起降飞机的一次尝试。想要垂直起降我能够理解，但为什么非要拿个泡脚桶来当机呢？我就实在是想不通了。我是百科全书火箭叔，今天呢我就围绕着3个方面来说一说这架有趣的飞机。第一个是要交代一下它诞生的历史背景。第二是讲一讲为什么它要特立独行，用这样一个环形的机翼呢？以及为此衍生出来的其他黑科技。第三，为什么它会最终失败？造成它失败的致命缺陷都有哪些？好了，今天的内容会比较轻松，点赞、关注、转发之后呢，搬上小板凳，我们就可以开始了。关于垂直起降，人类其实已经梦想很多年了。被画家耽搁了的科学家莱昂纳多·达芬奇，在他留下来的几千页的草图当中呢，就包含了一架能够垂直起降的飞行器，所以后来没有悬念的就诞生了直升机。但直升机有个问题啊，跟固定飞机比起来，它飞不快，而固定飞机呢又必须要有一根笔直的跑道才能够飞起来，平时占地方打起仗来更是一个白送的目标。所以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将直升机的起降优势和固定飞机的速度优势结合起来呢？工程师的脑洞向来都很大，怎么可能没有呢？最简单粗暴的方式就是把一架正常的固定飞机立起来，起飞时跟直升机一样，螺旋桨冲上转，只要发动机够猛啊，吹出的空气够多啊，就能够把飞机拉离地面，然后再想个办法把它转平，变成一架正常的固定飞机的姿态，螺旋桨冲前转，不就能够飞出去了吗？所以啊，几乎在同一时间，很多国家
家都在开发类似的把屁股坐在地上的垂直起降飞机，它的官宣名称叫做尾座式垂直起降固定飞机。其中的代表有美国洛克希德的 XFV 和康威尔的 XFY Pogo， 它们长得跟一架普通的螺旋桨飞机区别不大，也有正常面积的机翼和尾翼，只是立起来之后有种把飞机开出火箭的感觉而已。哪怕更激进一点的，把螺旋桨换成是喷气式的瑞安 X13， 看起来呢也是一副老老实实的飞机模样。这就没劲了嘛！既然造的是一架前无古人的垂直起降飞机，怎么就不能把步子迈得更大一点呢？在这一点上啊，法国人反倒是交出了满分卷。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他造的这架垂直起降飞机，你还真的有点不好意思叫它飞机了。而且事实证明，它的确就不是一架飞机，它更像是一台可以飞行的发动机。好了，下面呢，我们就来详细的讲讲这架 C450 甲虫。环绕着机身这个看起来像是泡脚桶一样的东西，其实是它的机翼，它叫做环形机翼。其本身的优点还是比较明显的。第一是不会产生翼间涡流，能够有效的提高飞机的飞行效率。至于什么是翼间涡流啊，我在这一期的视频里面有讲到过，如果还有不清楚的朋友，可以移步过去看一看，我在这儿就不赘述了。第二是可以减少占地空间，不必像一些需要搭载到航母上的飞机一样，为了节约空间，还必须要把自己的机翼折叠起来，既麻烦又浪费时间。第三呢，这个脑洞就比较大了。谁说它只能是一个机翼呢？它也可以成为一个发动机的整流罩嘛。然后整架飞机就都是这台发动机的核心了。法国人的确是这样构想的，他们认为呢，这架 C450 成型之后的样子就该是一架装着冲压发动机的飞机，速度应该可以超过2马赫。所以冲压发动机啊，就是靠自己的前进速度来压缩吸进到发动机里面的空气，使它不需要压缩机模块就能够获得进入燃烧室的高压空气。可以参考的对象有 SR71 黑鸟上面的那台 J58 发动机。你看啊 ，C450 的环形机翼是不是像极了长着一张大嘴的涡轮发动机的进气口呢？既然一口气能够吞下这么多的空气，那干嘛要白白浪费？还不如把它们全部压入燃烧室，然后大力出奇迹，飞出一个好成绩。所以这么看呢，一切就都合理了。它首先是一台发动机，其次才是一台可以控制方向的发动机。那么接下来就该要想办法来控制它的方向了。为了实现这点啊，不得不说法国人是想出了很多完全不属于那个时代的黑科技的。咱们随便举2个例子来感受一下：矢量推进和压翼。先说矢量推进啊 ，C450 为了在垂直起飞后转向到水平飞行，在发动机的喷嘴里面安装了偏转叶片，可以改变喷气的方向，从而实现转向。这个虽然没有直接旋转喷嘴那么高级，但也是一个矢量推进的方式啊。恰好我前段时间呢看了一段 SpaceX 测试星舰的视频，在星舰回收落回地面时，其姿态呢不是垂直，而是有些平躺着的，这应该是为了更有效的减速。但最后它还是必须要垂直降落的，所以在接近地面的时候啊，火箭发动机会再次点火，并且利用矢量喷嘴斜着喷射，来将原本平躺着的舰身推成垂直。这个不是跟 C450 从垂直变水平的方式一模一样吗？可惜星舰它炸了。回到60多年前，法国人就想用在今天都不一定能用得好的技术，这科技黑的程度堪比黑洞了吧？再说压翼啊，这也是一个在没有电脑辅助的情况下很难控制的东西，而 C450 偏偏就把它给装上机头了，为的是能够将平飞状态改变成垂直状态，然后降落。我首先是很佩服这些法国的工程师，但转念一想，不对，更佩服的应该是那些敢亲自上阵去试飞这架飞机的试飞员了。不同于如今我们在设计飞机时可以用到电脑模拟，那个时候你要打磨一架飞机出来，试飞员的角色基本上跟工程师没太大区别，但冒着的风险可是大不一样啊。1959年7月，在 C450 最后一次的试飞当中，当飞行员准备挑战从垂直过渡到平飞时，甲虫突然失控，接着一头坠回到地面。万幸的是，飞行员在最后时刻成功逃生，但这次坠机啊，却彻底宣告了 C450 的终结，甚至也宣告了对这种尾座式垂直起降固定飞机的尝试的终结。那么，究竟为什么 C450 会最终失败呢？大概有以下这几方面的原因。一个是这种圆滚滚的环形机翼让飞机在垂直降落时会很难去对抗滚转效应，使得控制起来变得极为困难。
滚转效应是一种让机身围绕其轴线缓慢旋转的现象。SpaceX 在早期垂直回收火箭时呢，也遇到过同样的难题，但人家能够通过21世纪的技术手段解决掉啊。60多年前的法国工程师该拿什么来拯救自己的脑洞呢？第二个是，像这样全靠发动机出力的垂直降落，一旦发动机遇到点故障就全完，一点冗余量都没有。而不巧的是，那个时候的涡轮喷气式发动机呢，明显还不怎么可靠。第三个是，不说降落，就说即使能够顺利转到平飞吧，环形记忆本身也是超难控制的。而原本用它是想着它还有挺多好处的，比方说减少涡流带来的诱导阻力等等。但为了能够把它装到机身上面，就需要一些其他的辅助结构，而这些结构都会带来新的阻力。这一正一反，好处清零，坏处却一个没少，还用它干什么呢？所以法国人这一波试图挑战传统的设计，最终没能够成功。垂直起降的固定翼飞机在等了几十年之后呢，还只能长着一副大众脸，一点也不浪漫。好了，我是火箭叔，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故事讲给你听。我们都知道，在空气中跑快了之后，就需要考虑气动外形了。所以跑车会升起尾翼，飞机会削尖脑袋，速滑则需要先把自己装扮成外星人。那么，要是再快点呢？比如比音速还要快上很多倍，就要用上乘波体了。就像东风17导弹那样，长得既不尖也不圆，而是一副扁扁的造型，却能够打出10几倍的音速。好，问题来了，到底什么是乘波体？为什么乘波体在速度上更占优势呢？我是百科全书火箭叔，今天我们就来把它讲清楚。在空气中运动的物体有一个坎儿，那就是音速。因为一旦超音速之后呢，就会碰上音障，产生激波，导致阻力大增，效率骤减。这个过程大概是这样产生的。空气也是实体，所以当物体在空气中前进时，实际上是需要将自己前方的这一团空气给推开才行。我们把前方这一团空气想象成一个完整的球体，推动空气前进的是一辆行驶速度很慢的小车，所以它推动空气球的过程也是很慢很慢的，已经慢到我们肉眼可见了。那么我们看到了什么呢？看到了这个空气球先是被小车挤压，然后恢复原状，再之后呢往外弹开，跟高速摄影机下的网球很像。这个挤压、恢复、弹开的过程在现实当中虽然很快，但还是需要一定时间的。那么接下来我们让小车加速，不断的加速，一直加速到在挤压了前面的空气球之后，还没有等到它恢复就又往前挤压了的程度。此时会发生什么情况呢？因为每个空气球前面还有别的空气球，于是这个空气球就会去压缩下一个空气球，下一个空气球又会去压缩下下个空气球，就这样传递下去啊，最终形成了一连串都来不及恢复原状的压缩空气球堵在小车前方了，就像是某种看不见的障碍物。那么小车到底要达到什么样的速度才会使前面的空气球来不及恢复原状呢？答案就是音速，因为声音传播靠的就是空气的压缩与复原，所以空气压缩再复原的速度呢，就是音速。这个障碍也就很自然的叫做音障了。此时运动物体前方的空气在不断的挤压并且来不及复原的情况下呢，密度陡增，而它两侧的空气并没有被挤压，密度也没有发生变化，于是在这两种不同密度的空气之间就会形成一个明显的分界线，它便是激波了。尖头的物体产生的是斜激波，圆头的物体产生的是正激波，这两种波都会带来很大的阻力，降低物体前进的效率，而乘波体却似乎毫不受此影响。那是不是意味着乘波体就不会产生激波呢？当然不是啊，它也会产生激波的，但人家却会利用激波。准确点说是把激波当成风火轮，然后踩着它一路狂奔。从风洞成像里面我们可以看出来当一颗传统的圆锥形弹头在超音速下飞行时，气流会在弹头尖端发生偏折，并画出2道激波。经过激波的气流压力瞬间上升，于是便立马形成了2个高压区。这2个高压区上下分布均匀，压力相等，所以相互抵消，既不会带来什么好处，也没有带来什么坏处，感觉就这么白来了一刀。但剩下的由激波带来的阻力却是实实在在的，于是工程师就思考，有没有什么办法既不让高压浪费，又不让阻力作祟呢？当然是有的。其实从这幅图中我们就能够得到启发。你看，要是我们从中间将这枚弹头一分为2，并且拿掉上半部分，会发生什么情况呢？这个时候上表面与气流方向是平行关系，所以流经上表面的空气是不会发生偏折的，也就不会产生激波。整体上看阻力少了一半，向下的压力全完，弹头就只会受到来自于下表面向上的压力了。此时的压力你也可以把它叫做升力。
所以乘波体为什么叫做乘波体啊？就是因为它是乘坐着机波飞行的，别人被机波干趴，它却把机波骑在胯下。这让我想起了孙悟空和筋斗云之间的关系。当我们把这个2维的乘波体推出成3维时，它长得就像是一块蝎子了。再把这块蝎子的顶面对准气流方向，它就成了一个纯粹的升力体了。这样的升力体真的能飞吗？看看美军的这3兄弟就知道它是可以的。但问题是啊，虽然是可以产生升力，但是缺点也很明显，因为它下表面上的高压气体很容易就会从2侧泄漏，并流到上表面去了，使底部压力降低，升力自然也就降低了。显然不是一个合格的乘波体。那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锁住这样的侧漏呢？有的，那就是将这个楔形升力体的2端往下掰，使得基波面和它的前缘相重合，用基波面来包裹住升力体的下表面。为了更形象地说明这个问题，我专门用 3D 打印机制作了这样一个乘波体。你看它顶上的这根极在飞行时会跟气流方向保持一致，所以上面的这2个斜面呢是不会产生激波的，激波会沿着下表面产生，并附着在这个实际上并不存在的平面上，就像这张纸一样，形成一个正好把乘波体底部完全兜住的平面激波面。因为气流只能单向穿过激波，一旦进去了就出不来了，这样就能利用激波将高压气体牢牢地锁定在下表面上，维持住了升力。这种形式的乘波体啊，叫做楔岛乘波体，算是第1代的乘波体了。它有个变体，就是像图中这样长得圆滑一些的，但由于产生的激波面依然还是一个平面，所以呢还是叫做楔岛乘波体。那它有什么缺点呢？因为实在是太扁了，很难装下导弹的引导头和战斗部，所以基本没有太大实用价值。于是我们就迎来了第2代乘波体，它的激波面不再被局限于一个平面，而是采用圆锥面，所以叫做锥岛乘波体。思路跟上一代一脉相承，也是让激波面来包裹住乘波体的整个下表面，并防止上表面产生出激波。但由于激波面鼓起来了，所以也就让乘波体鼓起来了，空间一下子就得到了解放。锥岛乘波体也因此开始进入了实用阶段。我们的东风17就是最好的例子。最后呢，我们来总结一下啊。所谓乘波体，就是利用一种特殊的外形设计，让锥形的激波面包裹住飞行器的下表面，利用超音速产生的高压区，让飞行器的升力更大，阻力更低，就像骑在激波面上一样，轻松飞出数倍于音速的速度。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内容。后半段理解起来可能有点难度，需要你有较好的空间想象能力。大家尽力而为吧，看没看懂呢，都留言来告诉我一下。我是火箭叔，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知识讲给你听。1米高空监视对方，对美国来说早就不是一件新鲜的事了。从早期的 U2 SR7 到现在的 RC135 全球鹰，从飞机到卫星，从胶卷到数码，他们似乎从来就没有停止过想要窥探全球的做法。但野心也是需要建立在实力之上的，所以我们今天不谈野心，就谈谈这能够支撑起野心的背后的技术。机载相机就是装在间谍飞机或者是间谍卫星上面的相机。相机有什么好说的呢？我们都太熟悉相机了。对啊，就是因为我们太熟悉相机了，才让我意识到这间谍卫星上面的相机有些不太寻常的地方。比方说它的分辨率，尽管远离地面几十甚至上百公里，但依然能把这里拍得清清楚楚。你想这有多厉害啊？我举个例子啊，就好比你约人去爬南京的紫金山，然后你说，嘿，我来给你们拍张合影哦。但是等等，我的相机是架在常州的，所以你们的 pose 要摆久一点哦。从常州拍出南京紫金山上面的人像照，这够不可思议吧？但也许你会说，哈勃望远镜还能拍出几十光年外的星系写真照呢，这才几十公里，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呢？好吧，你的质疑是有理有据的。实际上啊，美国最新一代的索眼间谍卫星，从外观上看起来呢，就像是另外一台的哈勃。我们当然也有理由相信啊，它往另一个方向看，也能发挥出同样的水平了。但我还是有个疑问啊，不管是 U2 还是索眼，它们不都是在高速运动吗？为什么拍出来的照片就是没有运动模糊呢？因为在我们熟悉的日常经验里面呢，想要拍出清晰不模糊的照片，是需要满足一些条件的，比如手要够稳，你最好是别动，当然模特不动也是最好的。实在要动啊，那就只好用高速快门，速度快到能把模特的运动给凝固住。那光圈就要够大，感光度就要够高，才会不至于曝光不足。那想要把一个速度是每秒几公里的模特给凝固住，需要怎样的快门、怎样的光圈、怎样的感光度啊？怎么想也不现实啊！
之所以觉得不现实呢，是因为在现实当中我们谁也不会这样去拍照的，不会从常州拍到南京。其实随着距离的增加，想要把运动凝固在快门里面是越来越容易的。举个简单的例子我们就明白了啊。假设一个视角为 n 度的镜头拍摄两个在以同样的速度移动的物体 A 和 B，A 离镜头近而 B 离镜头远，在同样的快门时间 t 里面呢，从镜头看出去，这个很重要啊。A 移动的相对距离是大于 B 的，而且我们显然能够看得出来啊，随着距离被越拉越大呢，这种相对运动的速度也在越压越小。同时你还能注意到，如果镜头的视野越大，相对运动的速度也是越小的。它们之间其实是有非常明确的函数关系的。要是你已经知道或者感兴趣想要算一算的话，别忘了留言分享出来哦。当然我也做了一下简单的计算啊，拿世界上第一个间谍卫星系统美国的光晕计划卫星来举例啊，它的平均飞行高度在240公里左右，上面装着3台相机，其中一台是专门拍摄索引照片的，其视角是74度，飞行速度我实在是没有查到啊，就算它是以低宇宙速度在飞吧，也就是每秒7.9公里。那么来看看镜头中的相对速度应该是多少呢？差不多就是22米每秒，一辆在街道上开的稍微快一点的汽车的速度，5/1秒的快门就足够凝固住它了，根本没有那么夸张，对不对？好了，这也就是为什么它能够在上个世纪60年代就被装到了卫星上面的一个原因了。那个时候的相机技术已经是相对比较成熟了，只需要换上更加优秀的镜头，增加它的焦距，就能够满足空对地的偷拍需求了。就说我们刚才提到的光晕间谍卫星吧，它上面不是装着3台相机吗？其中一台是我们刚刚拿出来做计算的索引相机，而另外2台则是背靠背的呈15度倾斜的全景相机了。之所以用全景相机，当然是为了获得更大范围的拍摄面积，而之所以用2台，你猜猜有何用意？是为了获得立体的画面，这样的话图像分析员甚至连画面中物体的高度也能够知道了。这些都没有什么突破性的技术好讲的，我唯一想讲的是，你也许已经意识到了，上个世纪60年代相机技术是很成熟啊，柯达公司也正在如日中天。柯达生产胶卷的柯达，对啊，那个时候的照片不都是用胶卷拍出来的吗？那他们怎么能从卫星上用无线电传回地面呢？好玩的就在这儿了，他们压根儿就不是被传回来的，而是被扔回来的。每一枚光晕卫星上都会携带4900米长的70毫米特殊胶片，没错，他们就是柯达生产的。他们一边拍呢，一边就被卷回到卫星头部的储存舱里面。等拍完之后，这个带有隔热罩的胶卷储存舱就会从卫星上面弹出，重新返回大气层，接着在距离地面18公里处能抛掉隔热罩，打开降落伞。你以为美国人会等着它落到海面上再开船过来回收吗？干见不得人的勾当，当然只能选在一个人见不到的地方啦，那就是在空中。不等胶卷落地呢，一架等在附近的空军飞机就会飞过来，张开专门的爪子把它给抓住，然后带回基地。这个操作是不是有点神啊？难度那是相当的高啊！可见冷战中美国为了获取苏联的情报也是蛮拼的。对了，那枚已经把胶卷拍完了的卫星该怎么办呢？请问一次性相机用完了你会怎么办？扔了呗。这大概就是历史上最贵的一台一次性相机了吧。我是火箭叔，关注我，把有趣的科学故事讲给你听。